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欧洲的时间下午5点30分啊。那么在楼下散散步啊，吹吹风，顺便呢录个这个视频，回答一下这两天网友问我的一些问题啊。首先呢，还是讲一下西班牙的这个大赦的这个问题。那有些人呢，他不相信啊。那我看留言啊，他说什么，西班牙不会大赦啊。那么这个呢，不是我说的，是吧？这个大赦的这个新闻，从今年2024年的年初啊就一直有，然后，大家可以在网上啊，在谷歌上啊，在什么都可以搜一下，对吧？你可以用英语搜，也可以用西班牙语搜，也可以用中文搜，啊，你就搜西班牙大赦非法移民。那立马就显示出来的，只是说现在就是强化了这个概念啊，就是要加快这个执行的速度。本来就是大家不知道他今年是什么时候会去就是处理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说他加快了啊，就比想象的当中要快。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大赦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也是西班牙它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就这两天啊 ，BBC 中文也有，或者说 BBC 其他的频道都有，就是一个短的一个小的纪录片，就记录了从非洲现在有大约7万人坐船，就是从这个海上偷渡到西班牙。就这段时间啊，那么一年他如果就是有7万人的话，还有包括别的什么渠道啊、路上啊什么，对吧？就各种渠道，这种过来的这种非法移民，那么对这个社会来讲呢，它的产生的负担是沉重的啊。就是你这么多人过来，你肯定是要吃饭啊，是吧？因为他们肯定是身无分文，他们必须过来要工作啊，要吃饭。有的人可能还要获得一些社会的救助啊，他语言也不精通，各种各样的这种，是吧？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如果他们打了黑工，或者说他们在这边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些事情往往都会非常惊人的就这种就很不人道的一些事情，对吧？那最后获利的人是谁呢？获利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无良的老板，或者说迫害他们的一些人啊。所以呢，这个必须要对这些移民，因为这个移民法案的，就是大赦的移民法案的推出呢，不光是解决眼下的这些人，它是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其实有很多一批人。这批人的数量具体是多少，其实就不是大家不是特别清楚啊，就很多，反正是很多，对吧？因为之前他们有这个西班牙的这种右派呢，他是反对这种支持这些非法移民的，所以呢，他们在审批的这个上面，就给这些非法移民合法的居留的这个上面，速度是很慢的。有些人你来了很长时间这个你就申请，一申请就是6个月甚至1年，对吧？就很长时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必须现在要加速了，不然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些人去打了这个黑工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他们的钱都不在这个合法的银行账户什么体现的，他们也不交税，是吧？就什么也没有，就是他们这个钱都是直接就是现金什么的，就不进这个他们的银行或进他们的税务系统的。那这些人可能还会产生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治安性的问题甚至就是有很多偷盗抢劫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就我们的角度来看，和他们
现有其实这样的问题呢，是可能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呢，这是一个负担，对吧？因为很多人他们努力工作交税，最后呢他觉得我交了很多税，我的这个钱却要分配一批给这些非法移民什么的所以呢这种就是对非法移民呢，大家确实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会觉得他们需要帮助的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不应该，我凭什么我交税我辛辛苦苦的，是吧？因为本来西班牙这边工资待遇什么的其实在欧洲也算是比较低的，再加上这2年俄乌战争物价飞涨，本来就普通人正常人的生活也其实有点紧张的，对吧？现在还要就是面临着什么呢？你这个公共的医疗系统就会被这些人呢占用很多资源，是吧？总之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有点争议性的事情那么所以呢我也说就是如果说很多人他问我，他说我要不要黑在这里什么什么的就是这里现在就我感觉就我待的这个小城市这1-2年里面就来了很多人，就之前这里一直是很安静空荡荡的就这2年我觉得一下子多了很多人，就能明显感觉到的，对吧？因为每天比如说去超市去什么买东西，正常情况就这点人，对吧？你就能看到。那我想我这只是个小城市，那如果像这种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或者说比较热门的城市，那肯定是多了很多很多人，对吧？所以呢就是很多人移民呢他要黑在这里的我真的就劝你考虑清楚因为这个你现在面临的竞争的人太多了就这些人他们比如说你在非洲，可能这些人他家里面1毛钱也赚不到的，他跑得过来，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些很基础的能生活下去并且他们肯定也很努力，对吧？所以就是这不是像你们想的就是可以过来发大财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可能你在这边赚的钱首先你可能就工作也找不到，对吧？你跟他们竞争。第二点可能就是你赚的钱可能还不如就是你在其他地方赚得到的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讲一讲就是有人还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很有钱的人我过来办个非盈利住在这里我也未来不考虑语言，也不考虑什么工作了。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就是这些人家产就是有这个几千万的财富我觉得你们移民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我的视频，我之前都说过一些或者说你们一定要去咨询就是懂的人你有几千万的财富当你在西班牙这里住超过183天，你就成为了西班牙的税务居民你成为了这里的税务居民以后，你就应该申报你在全世界的财产，包括你任何一个银行账户、股票，你都要申报的。最后这些都会问你收税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多富豪他们要觉得就是就是富豪他就想去一些避税的地方，对吧？因为这个税40%什么的太多了。比如说你有1000万你移民过来，然后以后你到你后代手里，可能就一下子少掉一半，就变500万了，在你的后代再往下一传，对吧？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那有人说我只是来住在这里我就不住满183天，我就玩玩，然后我就走了。那其实你这个不叫移民，是吧？你这个就是旅游签证
你就办个旅游签证就可以了，你反正就来玩几天，对吧？你但凡只要是超过了183天的啊，你就会面临的这个税务居民的问题。那有的人他说我就是不住满183天，我今年住几十天，但是我也要办这个居留。那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当别人发现就是你的住宿的时间在5年内，或者说在就是你续签的时候，他一直发现你不住在这里的他就觉得你没有必要申请这个非盈利的居留，对吧？就你就适合签证就是来玩一下，足够了，明白吧？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还是要谨慎，要懂所以这个是对有钱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他要考虑的，对吧？就是财富很多的人。那么有的人问我他说这个最近这2天确实这个中国股票跌得也很厉害我其实说这个前2期你们看了我的这个视频应该来说都知道我的观点，对吧？我现在可以很负责的说就是你这个股票最近就不要看了最起码就是半年。如果已经亏了30%以上的我真的觉得就算了就不要卖了，再等等吧，对吧？等到再低半年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补仓所以呢，也不能说它完全这个股市就是个骗局，这就是一个大家跑得快的游戏，对吧？这一次来接盘的人他也没什么钱，你看新闻里面放出来都是一些什么年轻人问银行贷款或者借贷公司他们借的钱他们这个钱本身就是不可能长久的在这个股票里面，然后正好有机会大家就减持了嘛，对吧？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大牛市什么6000多点、1万多点张口就来，对吧？逛逛超市买点东西，面包。马上那个万圣节要来了所以这些糖果什么的全是这种万圣节的给小孩吃的。鱼什么的也都卖的差不多了我们这边的鱼我以前说过都是这种就死去的切好的，基本上没有这种活鱼的卖这个也是万圣节的这种糖果都特别的甜什么各种各样的蛋糕什么的。我有一次买了一点甜的，我齁心这个披萨的话要买一点，这个芝士披萨还是不错的。它这上面是标健康等级的，这就是 A、B、C、D， 这个健康等级是 B 这种就健康等级是 C。买一个芝士的，买一个洋葱的。有人在补货。再买一个这种还没吃过呢，打折打7折。今天这个超市人不多我专门选一个比较人少的超市了很多超市经常去的人太多了这里是排队买肉什么的。这里真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黄油牛奶什么很多
牛奶家里面已经都有了啊。买一个酸奶啊，这里有一种酸奶，挺好吃的。这个酸奶2欧，2欧，哎呀，还是不错的，这个很厚。啊，像这种 Kefir 的话，也是挺好的啊，吃了对肠胃比较好啊。我一般每天都要吃1、2个。还打折呢。啊，这里是那种可以长久储存的常温奶啊。这牛奶我不喜欢喝，但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喜欢，本地人啊，很多人都喜欢买这种常温奶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们就买这种大的啊，这种1大罐的这种放在那里。难道是特别有营养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没有鲜奶的好喝。啊，这里有很多茶。这个茶的话，差距其实也是蛮大的。他们本地的这种红茶啊，像这种他们本地的红茶，才2欧啊。如果你买进口的这个立顿的这个 Trini 的，它就要4.69欧啊。但是这个本地的它这个红茶呢，我觉得味道没有这个 Trini 的好啊。他们还有最便宜的，就他们超市自产的这种红茶，那它这种的话就0.75欧，这个才1欧啊。我觉得还是这个 Trini 的会好喝一点啊，就泡出来更浓一点啊。像这种本地的，它这种茶的味道就很淡很淡，喝不出什么茶味啊。所以贵的话，我也愿意买这个啊，因为这个也不会，一天喝很多，对吧？每天喝1个就行了。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茶啊，我也，就以前也买过啊，就买了味道不习惯，我就不喝了啊，就丢在那里。啊，还有这个罐头，这个罐头像这个午餐肉是很好吃的啊，这个不好吃，这个我以前买了都丢掉了，吃了一口。这个午餐肉是很好吃的，但是我现在也不愿意吃了，因为血压高啊，这东西含钠量很高，我就不吃了啊。乱七八糟买也买了一车了啊。像这种也是万圣节的啊，万圣节就是他们这边的鬼节啊，所以他们有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糖果啊，什么都是给什么南瓜灯啊，这个长得像南瓜一样，是吧？这个就是给小孩吃的啊。哦。¿Bolsa quieres? Sí, un bolsa, por favor. Gracias. ¿Quieres coca de azúcar en oferta? 2,99. No, es gracias. fresco, de esta mañana. Pues son 31,12. Sí, tarjeta, por favor. 这里啊，就是你如果住久了啊，基本上就是每天就这点人，很多很熟的人呢，日常当中你能碰到的很多很熟的人啊，
他们每天都会跟你打招呼的啊。他们这边，打招呼的逻辑啊，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啊，他们见面都会说 “Hola Hola” 啊 “Cómo estás” 啊，就是你好吗？啊，然后你要说 “Muy bien” 啊，就我很好。然后他们说啊，我很高兴听到你很好啊。然后你还要再问他你好吗？啊，然后他再回答你啊，就是你好哦，我很好啊。然后你说你也很高兴，他们的问候，就是你见一个人一般都是要这样说的啊，就是连着说的，一般都是啊早上好，你好啊，然后回答我好吗？你好吗？我很好啊，然后我很高兴听到你很好，所以一天下来你要说几十遍啊，因为如果你遇到几十个熟的人啊，你都是会这么说的。他们不像我嘛，我们一般就是直接可能见面就是你好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说什么事儿是吧？说有什么事啊，或者聊聊什么东西的啊。他们不是的啊。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啊，就也算是朋友了啊，因为我找他办一些事情，他就因为他是在网上跟我说话的，然后呢，他就没有说那个这一段话啊。后来他讲话讲了一半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对不起，我说什么事啊？我说没有什么事啊，我想不明白他什么事。他说我忘了说这一段问候的话了，所以他们是很看重这种问候的啊。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啊，有时候会有点转不过来，所以说呢，其实移民就是这样的啊。就真正的，如果你是移民了啊，你肯定会，就是要不就是你适应，要不就是你离开，对吧？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啊，我心里面还是经常会想着，有时候我会想我要离开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我还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啊，就觉得好像我真的就完全能够，喜欢啊，或者说完全能够理解啊。我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就很偶然的事情啊。就我过去我可能跑到，像什么海南那边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一住就住了3年啊，或者我又跑到，成都那边啊，我也觉得挺好的，啊，或者我又跑到日本哪里，我觉得挺好的，我有可能就长期住一段时间。但是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没有让我真正的能够，产生这种想永远居住的这种感觉啊。西班牙这里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真的啊，如果你住在这里，长期住在这里啊，安静是安静的啊，有点这种小小的与世隔绝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呢，真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文化上面啊，就不是特别的这种从小在这里啊就接受这种文化的啊，你可能还是生活的会觉得有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就你接受的东西啊，对吧？就像可能我们吃一些什么包子啊，吃一些什么馒头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对吧？就像他们吃披萨一样的啊。虽然我现在也一直买披萨啊，我每天可能都要买几个。然后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会弄一个什么披萨吃一下啊。但是你骨子里面啊，你可能还是很喜欢吃那些馄饨啊，那些小笼包啊，那些馒头啊，是吧？就像如果同样的啊，你说有一碗辣酱面啊，还有一个意面啊，你让我选哪个啊？就如果价格是一样的啊，我都肯定选辣酱面，是吧？因为这个辣酱面是你从小到大你吃的比较习惯的一个东西啊。我刚开始啊，我以前我有个朋友，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边东西肯定会吃不惯啊。我刚开始跟他们说，他们不信的，他们都说没问题的，不就是吃意面嘛，对吧？就到后面都不行啊，就过了1个月、2个月啊，他们都要去买那个锅啊，买锅烧米，
然后就是买酱油啊，买那些调料啊，就其实还是生活，还是有，就不是想象的那样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移民啊什么的，有时候也就是一下冲动啊，就觉得啊要移民，但你只有真正的啊，就是你，体会啊，就你这个东西只有自己知道啊。当然了，有些东西就是你说了以后，你，就是你作为一个，你作为一个 YouTuber 啊，你去这样讲，对吧？很多人就不认同啊，很多人就当然大家希望看到一些啊，就是喜欢多讲一些好的，对吧？但事实上啊，确实说实在的啊，就真的有很多，我看到很多人啊，他们都回去了，都走了啊，有些人真的是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是有点底子的啊，就他们在这边要生活下去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些人啊，就是他们最后都觉得走了啊，他们觉得同样的就是今天啊，就是在这边的这种花费啊、开销啊，是吧？他们觉得就是还有就是他们喜欢的这种生活啊。好啊，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闲聊结束。